拍这些车，我都很 get 心，我都在想，怎么我的车这样贵啊？又没有到这样好的这种感觉。这辆车的内饰比较浮夸一点，满分10分，我觉得有。你们是不是每一次呢找不到我主持过或者我介绍过的一些车款，很懊恼啊？你只要在放大镜那边写 Rider ATH 空格你想看的车款就可以找到了啦。假如你想看 Civic， 你就打 Rider ATH 空格 Civic； 假如你想看 MyV， 你就打 Rider ATH 空格 MyV， 就可以找到那些影片了啦。你想看洗车影片，也可以打 Rider ATH 空格洗车，就会跑出来了啦。那除此之外啊，我们的频道呢，每一次都会不定时为大家带来非常好看的严选产品啊，真的是我们真实用过，通过 Rider ATH 认证的这个好产品。那要怎样用最优惠的方式买呢？当你在看我们的影片的同时呢，只需要点下暂停键，在画面的左下角这边啊，就会 pop up 一个小格子，点击进去，它就会直接把你传送到 Shopee 那边去，放进你的购物车，还可以获得我们专属跟 YouTube 还有 Shopee、Lazada 联手送给你们的专属 voucher。身为马来西亚少数的 YouTube Shopping Star， 我们的专属 voucher 可以讲是折扣非常的够力。听完那么多好康，当然还是要回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啦。Let's go！ 帮我关门一下，摄影师。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我们身边还有 Jasmine 小茉莉，没有错，今天我们试驾的这辆车呢，可以算是 Malaysia 最好卖的电动车之一啊。这一台车就是有着一个迷你Sea Lion 称号的 BYD Atto 3，这个 Atto 3就在今年2026年呢来了一个小改款，这个小改款也可以算是一个升级版，升级了什么东西呢？现在我们家的这一台呢，可以算是一个升级到比较有感的一个版本，就是 Premium 版本。这一次有2个版本啊，一个是 Ultra 版，一个是 Premium 版。Premium 版本呢，我们今天现在驾着这一款啊，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版本。那 Ultra 版呢，是一个前轮驱动版。你给我选的话啦，我会选。不要给我选，给 Jasmine 选，看他懂不懂差别。来 ，Jasmine 小茉莉，给你选前轮版跟后轮版，你会怎样选？我会选后轮驱动。怎么呢？后轮驱动比较有力。对没？是啦，对，它的后轮驱动版本这一款啊，动力表现是比较强的。为什么会叫它 Mini Sea Lion？ 就是因为它有跟 Sea Lion 差不多一样的 horsepower， 而且它们的续航里程也是相差50公里罢了，所以很多人就叫这个 Atto 3 Mini Sea Lion。这样如果是一样的动力啊，2个车一样 horsepower 啦，一个是前轮，一个是后轮，你选哪一个？后轮。为什么呢？因为我选后轮。不是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电车好像都会选择后轮驱动。为什么呢？这其实我就不太懂啊。是不是后轮车比较好驾？是这样，会比较舒服。对，很多人就知道后轮驱动车会比前轮驱动车、电动车啦来得好驾。为什么啊？其实很简单的，因为这种电动车呢，一般上扭力都比较大，就是很 powerful 啊。你一脚电门下去，车就就冲很快，然后你的人跟车已经去到前面了。可是灵魂还在后面。那如果是后轮驱动的话呢，你在瞬间加速的时候，你整辆车的 weight transfer 重量啊就会往后移，往后移的时候，你的后轮是驱动轮嘛，当它往下压的时候，就有更好的这个抓地力的 traction， 所以你驾起来感觉会比较顺畅。前轮车同样的，如果是电动车，电门响应很快的一台前轮驱动电车的话，你一脚电门下去，车在往前冲，重量在往后移的时候，前轮就会抬起来了。不是讲真的抬起来啦，不是飞起来，而是它对抓地力方面就会有所减少，可能就会劈轮啊，还是你会感觉到那个车好像很浮动这样啊。那个电车晕是不是前轮驱动的会比较感觉得到？我驾小鹏 G6 载你有晕吗？没有。我驾 E-Max 5载你有晕吗？没有嘞，因为他们都是后轮驱动车。我驾 E-Max 7载你晕吗？晕啊，因为它是前轮驱动车，它不是最直接的关系，可是它绝对是会影响那个表现。如果你问我的话啦，我一定会买这个后轮驱动版本。我们刚才讲到它的电门响应很快嘛，动力表现很强嘛，因为它是这样。
是不是超有力？可是它超有力的同时，你不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Atto 3我把它开过上云顶了，在它的山路上面开，就算快一点，还是很有安全感。这辆车的 chassis 也好 ，ride and handling 也好，真的调教得很好。这台 Atto 3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13.8万啦，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刚好是在15万以下，你想要买一台舒服的，又有很强动力，又有很高续航的电动车啊，Atto 3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是很多人会想 Atto 3它不够大辆，但是啊，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大辆的车的。你喜欢那种大辆的车吗？以前就是因为觉得打叉70太大辆了，所以加2元就把它卖掉，对不对？所以不是很多人喜欢那种很巨大、很巨型的车。我们日常通勤啊，每天的日常需求啊，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需要一台灵活的车，灵活、好驾、舒服，价格不要太贵，有长续航。所以你看 Atto 3，它就刚刚我讲的这5点啊，它几乎是中到完呢。所以如果1点是20分啊，这样它差不多是满分了。但是我们频道其实一直都有在讲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怎样才是最适合？如果你的预算刚好是在15万以下，那你要找的车又符合刚刚那5项条件， Atto 3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车款。虽然我自己驾 Tesla Model Y 啦，它是一台好像 SUV 这样的车，可是我要讲的是视野啊、视线啊 ，Atto 3更好。我不懂为什么这辆车它的死角很少，虽然它已经有给很强大、很高清的360度全景环绕影像，可是我们平时开车往前行走，我们不会开的吗？可是这辆车我坐在这个 driver side 啊，我觉得我的整个视野非常的好，比我的 Model Y 来的好。那这辆车我们之前就有为大家详细的讲过它的外观啊 ，exterior、interior， 所以我们就不展开啦。今天错过那一部影片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一下。你对这辆车的 interior， 今天你坐在上面，你觉得感觉怎么样？舒不舒服啊？你看到的这些 dashboard 啊，这些美观的东西，你有什么样的评价？这辆车的内饰比较浮夸一点，比较多那种银色的线条，很多，左边、右边、中间都有。然后它的这个开车门的门把手哦也很浮夸，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丢的是吗？中间这个是小小的 speaker 吧？整个设计就是很浮夸，但是我相信现在的人还蛮喜欢这样子的设计的。我这样子看起来，我是觉得它的不管在 dashboard 还是 center console 的 design 啦，确实比较不是我个人的喜好，因为它很多线条凹凸。其实对于 BYD 他们官方的一个表示是觉得这样子的设计是比较有肌肉感的设计线条，比较符合年轻有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感觉。确实啦，我已经不是年轻有活力的年轻人了，中年了所以我也是所以 design 方面的话，各花入各眼，这个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操作起来顺不顺手，好不好用，那个才是我们日常使用上的一个标准，才是重要的。OK， 你看冷气出风口就很容易控制，你很清楚知道要怎样调整到吹得到你的一个位置。这样子讲很抽象嘞，有什么车是做不到的？有哦，真的是有车是做不到的。那个冷气出风口的 air vent 啊，你怎样调都吹不到你，很怪。我也不要讲什么品牌啦，我讲回我自己的车，我真金白银买的车啊，我的 Model Y 啊，它的冷气出风口更好笑，要在荧幕上面调，我不喜欢啦。讲真的，我每次不懂要怎样调到才是一个适合吹到我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调很久。尤其在开车，你边开车边调根本就是煎熬，而且危险。这个 Atto 3就很好操作，而且它的这个 steering wheel 上面的一些实体按键，我觉得也是很好按，很 solid。然后它的 ACC 自动跟车也很准，这个我们之前就已经试过了。我对这辆车它的整个主被动安全配备方面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嫌弃，真的是很赞。现在升级款过后，荧幕也够大，超大的荧幕，但是它好像就取消了那个荧幕会转的那个，你记得吗？以前的荧幕会转，现在好像不会了，没有转了啦，没有转了哦。那么大个怎么转？确实嘞，不需要啦。我觉得也不太需要啦。其实它更需要的就是好像这种椅子可以通风啊，这个很好，我很喜欢。这个50瓦快充的充电板，而且还有一个 air vent， 有吹这个冷风啊。我们的手机哦，用无线快充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热啊、发烫，这个很贴心。那这辆车呢，在动力表现方面，如果你的预算在这边13万多，你要买一辆 SUV， 你可以穿越比较烂的马来西亚的路，你懂啊？然后偶尔要走一点点小小的那种去野餐的 light off road 啊 ，SUV 就很适合嘛。但是 SUV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SUV 跑不快，可是这辆 SUV 跑得快，它真的很快，它肯定比我车有力啊。你也可以不要用它的啦，那个力你不要去每天狂踩它，你就顺顺驾，真的是很好驾的车来的。而且你看到吗？这个 BYD 啊，真的很用心。
我刚才一边在驾，我就一边在想，为什么这辆车这样安静呢？对，电动车全部都安静，但是为什么这辆它又可以在安静之中的表现那么好？也就是讲，如果安静有分排名，它怎样可以把这个安静的排名往上移上去？我现在才看到，原来它的前面的这个玻璃啊是双层夹胶镜 double layer 的玻璃，所以你看到吗 ？BYD 它在细节方面真的是做得很好。身为一个每天坐电动车的人，这辆 BYD Atto 3你坐起来感觉怎么样？我们买车也不是自己驾自己爽，家里人坐啊，女朋友坐啊，坐到开心吗？坐这辆车的感觉是什么分数啊？如果要打分的话，满分10分，我觉得有7分。7分了，哇，这样高分哦？为什么是7分呢？因为我小只嘛，我坐这个椅子其实还 OK 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比我再大只一点坐这个椅子，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顶手一点，会吗？因为这里很凸起来。这个不是顶手，这个是顶腰，这个是好来的好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习惯是这样子放的话，它就是很顶着我的手。可是如果你的手习惯这样子放的话，就 OK。这个旁边的这个很像包覆性蝴蝶翼啊，它就是包着你的感觉，它有点像跑车椅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呢，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就给到你很好的安全感。这个东西我喜欢。那它的椅垫也是很长，对，它应该算是 B Plus segment 的 SUV 吧。来算的话，它在整个乘坐体验、驾驶体验，它的表现综合表现啊，真的是很高。而且这辆车哦，讲真的，因为我们马来西亚这个贸工部事情啦，也还没有一个优登的迹象啦，到目前来看，所以这辆车呢，虽然过了7月，但是它还是依然卖着之前的价钱。不过我听讲啊，这个现货真的是卖完可能就要等了，所以要下手要快，我觉得，尤其是如果最近想要入手电动车的朋友啊，又怕以后电动车突然间价格暴涨啊，就没有机会再入手了吗？因为不是每个人有那种闲钱去花费的嘞，现在生活都不容易嘛。那我觉得13万多一个价格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一台 Atto 3，真的很值得了。你们一定要去体验，你要去 showroom 试驾这辆车。摸这辆车，感受它，感受我刚才讲的那一些细节，把我刚才讲的那些细节 highlight 起来，细细的去品尝它，体验这辆车，你就会从中发现，原来 BYD 它在中国那么强大，在世界上有那么好的销量，不是盖的。真的，你看它的动力，哇，是真的是快到啊！它肯定是比我们的车有力，肯定啊。confirm， 所以如果你喜欢动力表现强劲的 SUV 啊 ，Atto 3有点要起飞耶，真的很太快了。你看，OK 了，我看还是不要这样太快了，我自己承受不住那个速度啊，我怒啊，可是很爽，快感。OK 啦，今天的这一节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有喜欢这一台车的朋友，不用想了，马上去试驾，或者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台车，你不知道这辆车是什么东西啦，你不懂你不理啊，突然间你想要买一个预算在这里的车啊，你不懂要去试驾什么车，去试 Atto 3，你会有惊喜，你会 surprise。每次拍这些车啊，我都很 激心啊，我都在想，怎么我的车这样贵啊，又没有到这样好的这种感觉。OK， 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豪，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拜拜。Johor Bahru 的这个 The Brow 这边有一间 BYD Showroom 旗舰店，大家可以过来体验。那如果想要在网络上面先了解更多详情，可以先看我们的影片，或者可以找 Jasmine 小茉莉，还是有卖 BYD 车型，什么车都有卖，我们什么车都有。买之前可以问一下。好了，真的要拜拜了，下一部影片再见了，拜拜。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